欢迎来到16频道，大家好久不见。今天来聊一下 Mr. Cute 的少数故事。这次两位主角不卖 BL， 他们卖的是兄弟情。不过这也是互相救赎的故事，所以非常的好品。那现在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 Mr. Cute 的少数故事吧。注意后面可能会含有大量剧透，所以不想要被剧透各位请斟酌使用哦。故事中的两位主角分别是 K 和 Pat。K 呢是以画恋爱漫画回声的漫画家，Pat 呢就是一名警察。本来互不相干的两人，因为一部漫画而有了交集。故事一开始，Pat 呢遇到一宗连环杀人案，每个受害者死前都曾经被折磨，而且身上都被凶手刺了盗五芒星。凶手呢反侦测能力非常的强，完全没有留下个人痕迹。就在警队还在烦恼要怎么办的时候，却有一家新闻社报道了相关的新闻，而且详细分析这连环杀人案呢跟一部漫画内容长得一模一样。而Pat的妹妹就是在这个新闻社上班，所以Pat就立马跟妹妹拿资料。原来那部漫画叫 Necro， 是一部没有正式出版的漫画，档案只上传在一位漫画家的个人部落格，而现在那个部落格已经上锁不公开了。但幸好妹妹呢是那部漫画的粉丝，所以她之前有保存一部分的内容。Necro 这部漫画是在讲一个连环杀手的故事，但这位杀手也不是什么随便见人就杀，他杀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，用金钱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的人。这些人即便是杀了人，也可以逍遥法外。既然法律无法制裁这些恶人，杀手决定用私刑去杀了这些人来彰显正义。然而现在漫画内容却在现实发生了，背后的漫画家自然成了最大嫌疑人。拿着妹妹手中仅存的漫画档案，Pat了去拜访了各家的漫画社，最后终于找到了 K 工作的漫画社。而 Necro 这本漫画真正就是出在 K 的手笔，但是在Pat找上门之前， K 呢已经看到相关的新闻了。那漫画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呢，就已经被他上锁了。他不懂怎么突然就有人拿他漫画情节去杀人。 K 呢感到很害怕，本来只看漫画在微薄的收入为生了已经够惨了，他不想要还要被连环杀人案扯上，所以他烧毁了所有的原稿，删除了所有的相关资料，唯独是部落格的资料他删不到，因为他忘记密码了。然而由于 K 的画风早就改变，他以为只要删了手上所有资料，就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 Necro 的漫画家。然而当Pat找到漫画社来的时候，有一位编辑却认出了那是 K 早期的画风。面对Pat的质问， K 一开始是全力的否认。然而警方却测到 K 家的 IP 一直尝试登录 Necro 的部落格，所以Pat直接去逮捕 K。 最后 K 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 Necro 的漫画家，而且因为他把所有资料删了，然后他记忆力又不好，很多漫画里的东西都忘了，那就显得自己更可疑。因此Pat决定用手铐把自己和 K 锁在一起，24小时去监控 K。 而在案情还在一筹莫展之下， K 却从警方资料中发现凶手都会在凶案现场留下一个数字，预告下次的凶案会根据漫画哪一话去实行。根据凶手预告和 K 带入凶手思维，Pat终于锁定到下次的受害人和凶手的下次的犯案地点。可惜呢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。当到了案发现场，受害人已经断气了，而那也是 K 第一次看到尸体。看到尸体的 K 直接恐慌症发作，还因此吐了。而因为Pat一直跟 K 在一起， K 根本没有时间下手，因此 K 也不再是嫌疑人。而且因为 K 可以推断凶手的行动，Pat就邀请 K 成了案子的顾问。由于漫画出自 K 的手笔，所以 K 觉得很自责。察觉到 K 的内疚，Pat就安抚 K， 说 K 只是被凶手利用而已。而且Pat也问了 K 创作这部漫画的动机。原来在20年前，泰国曾经发生一宗牵涉了过百亿的投资诈骗案。K 的父亲因为受骗而背上了重债。K 的父亲曾是多次的跪在警察局前求助都没有用。一开始 K 的父亲是有尝试去偿还债务的，然而债务实在是过分的沉重了。直到一天，他终于受不了，决定要放火烧屋，带着全家人一起离开人世。那一年 K 才8岁。然而命运弄人， K 奇迹获救，但母亲却死了，而父亲就成了植物人。当 K 成年后，他没有选择逃避，他自己一个继承了父亲的债务，同时又负担了父亲的医疗费用。 K 为了生存工作了一刻也不敢停。直到一天，他下班拖着疲累的身心去探望父亲的时候，父亲住的照顾中心居然起火了。那一刻 K 觉得那是对当初父亲放火烧屋的报应。然而 K 还是拼死的把父亲从火场中救了出来。救出父亲后的 K 突然想要逃了，所以他帮父亲申请了死亡，除了户籍。之后他想要这样子带着父亲隐姓埋名。然而最后他还是被债主找到了。被拳打脚踢一番后呢， K 崩溃了。他对世界彻底的失望，
而在那一刻，他创造了 Necro 这部漫画，投诉了现实的残酷与不公。Necro 是 Kena 对世界的咆哮，但即便如此 ，Kena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真的去杀人。所以当看到有人模仿他的漫画去杀人的时候，即便那些受害人是死有余辜，他也无法认同凶手的做法。之后靠着 K 的帮忙，帕拉很快就锁定到了下一位的受害人。然而因为前期中的凶案，媒体已经掌握到资讯，受害人都不是什么的善类，所以即便准受害人呢受到警方暗中保护，记者群呢还是想要冲进准受害人的匿藏地，获得了遗售资料。一开始帕拉还不懂为什么记者群呢会知道谁是下一个准受害者，直到他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妹妹，他就明白是妹妹进了他的房间看了资料。帕拉很生气，妹妹的行动会影响案子的调查，但妹妹的上司也是一名记者，他觉得警察现在是在包庇准受害人。由于他的煽动，记者群的一心只想要闯进准受害人的匿藏地，场面呢因此一度混乱。准受害人选择趁机逃跑，而且为了躲开记者的追踪，准受害人还特别准备了一台车引开记者，结果警察也被那台车引开了，而准受害人就趁机从另外一个方向逃跑。在一阵混乱的过程中，只有 Kena 看到准受害人往了另外一个方向跑，而且当 Kena 追过去后，他远远的看到了准受害人被人拖上车掳走了。 Kena 只好立马折返，告诉帕拉他看到的一切。可惜这次警察还是来不及，凶手还是成功了。不过这在凶案现场， Kena 看到有人手上的刺青跟掳走受害者的刺青一样， Kena 立马扑了过去，但 Kena 不是习武之人，疑犯一被攻击，下一秒就想要手印了 K， 但当疑犯看清楚攻击的人是 K 的时候，他就有1秒犹豫了。趁着疑犯犹豫之际，帕拉也立马扑了过去。疑犯当然不可能乖乖的被捕，打斗过程中帕拉被捅了2刀，幸好疑犯的最后落网，而重伤的帕拉就立即被送去医院的急救。他的命很硬，当然不死。Kena 很感谢帕拉救了自己，但他也觉得自己不值得帕拉为自己做那么多。然而对帕拉来说，这没什么值不值得的，他只知道那一刻他就是想要救 K。 之后帕拉出院，立马来审问疑凶。疑凶就是 K 的超级粉丝，而且他也全部认罪了。然而疑犯认罪的内容跟案子有一些细节是对不上的，但因为疑凶的认了，连环杀人案全部都是他做的，所以警方决定要结案。帕拉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，所以他就问起了 K 当初画 Necro 的时候是怎样找灵感的。原来每个漫画里的受害人都是有参考的对象，大部分是 K 自己看新闻找的，也有一些是粉丝提供的。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，被模仿的那几画的漫画灵感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一位粉丝 A。 然而因为案子已经结案了，他和 K 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。不过这个时候妹妹的上司却找上了 K， 作为记者自然凡事都要刨根究底。记者就问 K 真的可以接受这样子结案吗？而且这名记者呢还翻出了 K 的过去，说 K 呢也是被社会抛弃的人。记者呢想要刺激 K 的情绪去套料， K 呢被逼得恐慌症发作，帕拉看不过眼，直接揍了记者一群。但对方可是一名记者啊，自然会拿警察打字的事大做文章，帕拉也因此被无限期的停职了。虽然被停职，帕拉反而有了更多时间去研究这宗连环杀人案。这个时候他发现全部乍看毫无关系的受害人居然全部都是20年前桃园诈骗案的既得利益者。然而就算找到新的资讯，由于被停职，帕拉也不方便再做些什么。而同一时间 Kena 也对疑凶呢抱有怀疑，另外帕拉妹妹一样不像是事情那么简单，所以他们一起去见了疑凶。然而疑凶却一直答非所问，最后只留下了一个数字20。然而第20话的漫画没有任何一个人有，所以妹妹尝试去找 Necro 的粉丝群，看会不会有粉丝呢有保传。而这时妹妹的上司也就是记者呢也没有罢休，这位记者也觉得这宗连环杀人案不可能那么简单，他觉得是警方想要快点结案，所以他对案子的负责人也就是帕拉进行了调查。之后他以此呢专门做了一个报道，原来20年前的投资诈骗案，帕的父亲真正就是负责该案的警察。然而就在帕的父亲查到真相后，他就选择带着老婆去撞车自杀。帕的父亲就算是为了包庇真正的幕后黑手而去自杀。随着帕父亲的死亡，全部对投资诈骗案的指控证据都消失了，帕和妹妹也因此得背起被世人呢唾弃的骂名。记者在报道的时候觉得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觉得帕拉正在学他父亲那样子包庇幕后黑手。看到新闻后的 K 立即去找帕拉觉得看完新闻后的 K 一定会恨自己，因为如果他的父亲没有隐瞒真相， K 的一生一定会过得幸福很多。帕拉一直都很努力想去证明自己人跟父亲不一样，但当进了体制工作后，他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。
然而帕拉还是很努力去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去打拼。帕拉向 K 讲述了他视角的故事，讲到最后眼泪呢还是没有忍住的流了下来。看着这样子的帕 ，K 呢意外的发现自己呢没有生气。K 呢联想到帕拉也跟自己一样被现实打压到快喘不过气了。就在两人讲开了自己的过去后，妹妹却收到了有人寄来第20话的漫画。漫画中的受害人是一名的黑社会大佬。妹妹一直拉着一位女同事一起去做调查，最后他们锁定了一位黑社会大佬。妹妹把自己的发现全部都传给了 K， 之后就跟女同事一起去找黑社会大佬。他们讲是想要为大佬做专访，但实际想要收集这位大佬做人口贩卖的证据。然而两个小女生又怎么可能打得过黑社会呢？就在 K 看到妹妹发来的资料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已经联络不上妹妹了，所以 K 帕拉就立马选择正确的去找人。然而当找到妹妹的时候，妹妹已经被伤得很严重，而且她还眼睁睁的看着女同事被侵犯。不过当帕和 K 到了现场的时候，这帮黑社会已经被团灭了，而且凶手还预告了下一次是漫画的第25话。他的妹妹和女同事一起进了医院，在住院的过程中，妹妹的上司也就是记者来探望妹妹。帕拉看到记者自然很生气，帕拉觉得是记者教唆，所以妹妹才会鲁莽的行事。但记者觉得自己没有错，帕拉觉得是警方没有用，才会让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帕拉生气到又想要再打记者，这一次 K 及时阻止了帕。在记者离开后，帕拉悲愤又无力，但很气自己的无能保护不了妹妹。帕拉崩溃到打墙壁的自虐出气， K 自己的帕拉继续的自残，空出肩膀让帕拉哭出来。没多久后，帕拉透过叔叔的帮忙复职了，但他不能再碰这宗连环杀人案。在体制的制约下，帕拉也放弃了再追究这个案子。不过 K 非常不认同帕拉放弃的态度，所以他决定了自己去寻找真相。然而就在寻找幕后黑手过程中，有一天当 K 醒来的时候，他居然就站在凶案现场，而且手上还拿着刀。这时候帕拉也出现了在凶案现场，但当他看到 K 的时候，帕拉第一反应不是逮捕 K， 而是要带 K 藏起来。原来帕拉当初会放弃调查，是因为看到妹妹受伤，他不想再让其他人受牵连，所以选择了放弃。但眼看 K 不死心的样子，帕拉决定再努力看看。然而他看到的却是 K 成了疑凶的场景。帕拉把 K 带离了凶案现场，让 K 躲在自己的旧家。他相信 K 不可能是凶手，但 K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凶案现场。K 只记得自己去了探望父亲，然后当他再有意识的时候，就已经拿着刀站在那了。把 K 安顿好后，帕拉立即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根据警方的资料，现场留下了大量 K 的指纹，所以警方直接发布了通缉令。而是在 K 躲藏的这段时间， K 却再次收到了粉丝 A 的联络，说该是时候要 Necro 大结局了。粉丝 A 提供了一个有密码的档案，密码可以试5次，如果5次都失败了，档案就会自动被烧毁。K 也只好努力的想密码到底是什么。与此同时，帕拉也努力的想要还 K 的清白。最后他终于发现是警方想要快点结案，所以故意做假证，还特别把 K 打晕，再送 K 去凶案现场。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帕拉会闯入带走 K， 最后帕还了 K 的清白。然而只有1名警察被捕。帕拉觉得只凭他一人不可能做到那么多。帕拉意识到警局内部有人想要隐藏真相，而且那个人一定是高层。没多久后，帕的妹妹也终于出院了。经历过被黑社会残害，妹妹的心情大变。妹妹告诉帕，其实那天她有看到黑帮被团灭的画面，在所有法律失效的地方，私刑成了唯一的出路。妹妹最终也是因此得救的，所以她觉得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才是正义，才是真理。看到妹妹的价值观被扭曲掉这样子，帕拉觉得生气又无力。帕拉很清楚法治不是万能的，但是如果认同了私刑，就等于自贬到跟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一样的程度。帕拉不能认同妹妹的价值观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降到冰点。之后帕拉想要重新接手连环杀人案，然而这个时候警方也做出了判断，认为连环杀人案跟20年前的投资诈骗案有关。帕拉作为相关人士不能继续的调查，但这次帕拉没有要放弃。在深入调查后，帕拉发现原来20年前的投资诈骗案，叔叔也是调查组的其中一个成员，而且帕拉也发现记者居然也是20年前投资诈骗案的受害人之一。同一时间 ，K 的父亲在当了20年的植物人后，身体终于承受不了，突然一下子离世了。没有奇迹，没有遗言 ，K 只能就这样子看着父亲离开。那一刻一直压着 K 的重担终于没了，但同时 K 又觉得内心好像缺了一角。
看着父亲的死，Karen 想起之前粉丝 A 那个上了锁的文件，Karen 觉得也许粉丝 A 一样跟20年前的投资诈骗案脱不了关系。一试之下，他还真的解开了密码，档案里面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了掩盖了20年前投资诈骗案真相的幕后黑手。看完所有证据后，Karen 很愤怒，但是如果把资料交给警察，Karen 直觉觉得真相会被隐瞒，所以他拿起了画笔，完成了 Nicole 的追踪画。目标呢明确指向帕的叔叔就是一切幕后黑手。帕的叔叔是自帕的父母的去世后唯一一个一直照顾帕和妹妹的亲人。工作上，帕拉也得到叔叔不少的提拔，所以帕拉完全无法相信叔叔呢会是幕后黑手。帕呢立即冲去叔叔的家找人，结果却发现叔叔早就被妹妹掳走了。因为叔叔呢十分相信帕的两兄妹，对他们呢是完全没有戒心，所以妹妹是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叔叔的迷运带走了。当叔叔再次醒来时候，他看到自己被困在一个大楼里，眼前站着妹妹和记者。连环杀人案的幕后主脑终于现形，而那个人就是记者。当初提供 Karen 灵感的粉丝 A 其实也是记者。记者的父亲是20年前投资诈骗案的受害者，被诈骗后因为无力承担巨债而选择了自杀。就在记者最绝望之际，他拜读到了 Karen 画的 Nicole 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和意义。最后他成了恶魔的化身，为复仇了而活。当年真正要隐藏投资诈骗案真相的人其实是帕的叔叔，而且帕的父亲也没有自杀，而是被叔叔的 Michael 的。记者把一切真相告诉了帕的妹妹，本来已经觉得事情是对的妹妹，自然成了记者的帮凶。然而当他看到被绑起来的叔叔的时候，他又觉得死呢根本是便宜了叔叔。叔叔呢要一辈子受法律制裁的才对。眼看妹妹迟疑了，记者决定自己动手。根据 Nicole 最后一话，记者把石油洒满了一地，打算火烧叔叔。这时候 K 和帕拉刚好赶到阻止，然而记者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。他说 K 会画最终画，就是他没胆自己杀。所有记者只是完成 K 最深层的愿望。之后记者要告诉帕，可以指证叔叔最新的人证、物证全部都已经被叔叔销毁了，所以如果现在放走叔叔，之后就没有人治得了他。就趁着记者动摇 K 和帕的空档，叔叔居然成功挣脱了捆绑。而且当他一没了舒服，他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逃跑，而是对着记者拳打脚踢。而且他还嘲笑记者，要他认清事实，说有权有势的人才有最终说话权。那一刻帕拉愣住了，那个在他面前一直很可笑的叔叔，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而且一想到父母就是被他害死的，帕拉终于忍不住的向叔叔开枪。然而这一枪居然被 Karen 以肉身的挡下了。Karen 不是想要救叔叔，他只是不想要帕拉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不想要帕拉双手染血。Karen 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漫画而起的，那一切就应该要由他来结束。就在挡下子弹的那一刻， Karen 点燃了自己手上打火机，记者、叔叔还有 Karen 直接被困在火海中。火势呢蔓延得非常迅速，帕拉想要去救 K， 却被妹妹拉住了。在火海中 ，K 向帕拉喊话，感谢帕拉出现，让他黑暗的人生有了光，让他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也不是那么的糟糕。因为大火的关系，整座大楼都变得摇摇欲坠。妹妹拉着帕拉离开了火场，叔叔也冒着被重度烧伤的情况逃出了火场。最后大楼倒塌。然而当大火熄灭后，警察在瓦砾中却只找到了记者的尸体，找不到 K 的。K 就这样子完全的消失了。而正如记者生前所说，20年前投资诈骗案的所有人证、物证早就已经被叔叔全部销毁。在警局的角度，叔叔是解决了这次连环杀人案的工程，所以直接升职成了署长。帕拉曾经多次的申请重新调查20年前投资诈骗案，然而每次的申请都被驳回。坚持了2个月后，帕拉终于受不了，打算放弃向警局提辞请。这个时候，他居然收到了 K 的电邮。电邮的附件是之前的连环杀人案中每一位受害者的遗言，每个受害者在死前都指证了当初是根据叔叔的指示行事。帕拉靠着这些资讯，终于令叔叔的背叛终身监禁。20年前投资诈骗案调查重启，过去被诈骗的受害人也终于陆续的收到了赔偿，而 K 当然也是其中一位可以获得赔偿的人。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出现来领属于他的赔偿。1年后 ，Nicole 最终话被下架 ，K 站出了一个全新的结局。连环凶手最后还是得接受了法律的制裁。不过西人也永远记得不向长群人驯服的信念。就在发布完 Nicole 最终一话后 ，K 在街上经过了一面的涂鸦墙，他捡起了被人随手丢弃的喷漆罐，在墙上喷画了漫画中最后一页结语。
这就像是 Kenna 在向 Necro 做最后的道别。就在画完的一刻 ，Kenna 扭头一看，却看到帕拉站在马路的对面看着自己。Kenna 在纵火后消失，是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在帕的身边，毕竟他最后还是选择以私刑去结束一切，而且他也觉得是自己把帕拉扯入深渊，害帕的双手差点染血。Kenna 以为帕拉会恨他，会鄙视他，然而当两人再次相遇，帕拉只是笑笑的走向他。对帕来说 ，Kenna 还好好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完美撒花。以上就是 Mr. Q 的少说故事。故事的主要想要讨论，当法律失效的时候，施行人是否就是正义的最佳选择。个人是觉得小说蛮好看的，虽然多少的还是有一点爆，但高低起伏的很紧凑，不会有水的地方。16的解说呢，其实省略了很多的细节。如果对详情有兴趣，个人很推荐去看小说。台湾小说在 GMMTV 的 ebook 平台就看得到，在网站版买完小说后，就可以在 APP 上面看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对 Mr. Q 的故事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分享，一起讨论。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，拜拜。